Hello， 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川法师哈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做这个视频呢，讲一下这个文学上的东西哈。那么芥川龙之介的有一篇这个《地狱变》啊，那么这一篇文章呢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篇文章，一定要美文共赏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哈。那么这个文章的大致内容是讲什么呢？就是说有一个长得非常丑的一个画师叫做梁秀哈，然后呢，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哈，然后呢，这里面还有一个人物呢，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地主阶级或者说一个封建领主的一个阶级哈。那么我们就叫他殿下吧。然后呢，还有一只猴子哈，这就是主要的几个人物哈。那么当时呢，这个殿下呢让梁秀去画一幅画，然后呢要他画出这个地狱的惨象哈。然后呢，这个梁秀虽然是一个非常恶心的一个画师，他品行也不端，然后呢画画虽然很好，但是呢各种邋里邋遢，然后长得又很丑。但是呢，他在这个画画上面呢是非常执着，然后呢他就在想这个地狱到底什么样子，他一直画不出来哈。然后呢心情非常的郁闷哈。然后呢这个时候呢，当时呢殿下在追求这个梁秀的女儿哈，然后那个梁秀的女儿呢一直都不肯从。有一天呢，这个殿下就跟梁秀说哈，那么要不然呢，就是今天呢，我们让你去看火烧一个牛车哈，然后呢，看着这个火烧的牛车，也许你能够感觉到这个地狱的感觉，也许你这画地狱的灵感就出来了哈。就说呢，他们家呢收养了一只猴子，然后呢，他们这个大小姐呢对这个猴子特别好。当天在这个烧这个牛车的时候呢，你就发现哈，那么大小姐呢就被绑在了那个牛车里面。那么这时候梁秀和这只猴子呢都想扑过去救那个大小姐哈，那么结果呢，那只猴子呢是扑进了这个火堆里面和这个大小姐一起烧死了，但是梁秀呢就是冲了几步之后呢，突然之间凝望着那一堆火啊，然后突然间止步不前，然后好像悟到了一些什么东西，然后呢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把整场火都看完哈。然后呢之后呢，梁秀呢就把这个殿下交给他的任务画一个这个屏风哈，然后地狱变的屏风，他就把它画完了。然后画出来之后，所有的人看到那幅屏风都是叹为观止，说这个真的画的真像太像地狱了，完全就是地狱一模一样，看着都每个人都心里发寒，说这个人的画工实在太厉害了，简直就是鬼才哈。然后呢，但是呢，没过一段时间之后呢，这个梁秀就自杀了哈。那么这个就是地狱变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内容哈。这个文章的美就在讲究一个什么东西呢？就是选择的困难啊，就是说你在任何时候呢，大部分的人呢都是会面对一些很难选择的东西，然后呢他在当中非常纠结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东西呢才被称之为地狱哈。那么在梁秀当时的情况之下呢，他想去救他女儿，然后又同时呢他有一个需要画出地狱的一个任务，一个这个艺术上的追求，对他的职业素养的一个要求。那么这些东西都集合在一起之后呢，他突然发现他陷入了一个非常两难的境地。他如果去救了他的女儿的话，也许他这个内心这种挣扎，他的灵魂上的痛苦呢就没有办法给铭记下来，那么他的这个任务呢就没有办法完成，他就画不了地狱这个场面。但是呢，如果呢他不救他的这个女儿的话，他良心会受到非常大的谴责，然后他的之后的人生呢也没有办法生存下去。然后在这个两个选项基本上都比较相同的时候，重量比较一致的时候，当你没有办法选择的时候呢，梁秀就站在那里呆呆的看了很长时间哈。以前这个得过普列策奖的一张照片，非常有名的一个黑人小女孩就快被饿死了，然后旁边停了个秃鹫哈，然后呢那个记者呢在那个时候拍下了这张照片哈，然后呢这个记者呢后来据说也自杀了哈，就说被舆论非常巨大的这个抨击他，说你见到这个小女孩这么惨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去救她？其实呢这个照片的背后呢是这个记者拍完这个照片之后呢，他是去救了那个小女孩，但是当时你遭遇这个现象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够做到就是放弃你的记者的职业素养，在你面前看到一张这么好的照片，会引起新闻轰动的照片，然后你不拍，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挣扎的一件事情。那么最后呢，这个记者选择了拍下了这种照片。那么他的心情呢，我觉得和梁秀的心情应该是比较接近的，就是说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之下呢，他最终呢还是选择了这个职业素养，但是最后呢，他用自己的生命去补偿了这个职业素养所带来的这个道德批判哈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讲这个人生呢，很多时候呢就是这样哈。你最大的难处不在于你没有选项，而是在于你至少有两个让你觉得非常难以抉择的选项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地狱就呈现在你面前了哈。那么比如说我为什么专门要把这个猴子给讲出来呢？当你去救大小姐的时候，你心里只有一个选项，就是说你没有什么职业素养，也没有什么你要干什么事情，你没有什么人生的规划，你只要想着说我现在要做正义的事情，就是有人受难了，然后我要去救他。你只想着正义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呢，
那么你其实就是活在天堂里面，就像那猴子一样，他虽然冲进了那个火堆里面，被那个火给烧死了，但是他并没有活在地狱里面。真正活在地狱的是没有冲进那个火堆，站在旁边看着那个梁秀哈。那么我们讲这个恐怖分子，或者说你一些年轻人哈，他很多时候做出来的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好像说有一个东西是至高无上的，为了它呢，其他东西都可以舍弃。这个时候呢，所有人都活在天堂里面，就跟那个恐怖分子绑了一大堆这个炸弹跑去炸这个美国兵一样。他们当时会觉得自己是邪恶的吗？不会啊，因为他们当时只觉得，如果你能够把这件事情做成，你就是至高无上的正义啊。那么你这个时候呢，其他东西你什么都看不见。我记得我以前在这个大学里面学这个叫做表演啊，我们那个有开那种就是表演系有开这种就是公开课这种东西，非常好玩的一些课。然后我们那个时候那个老师呢讲那些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例子哈，他说就是说现在呢这个有一坨屎在这里，然后呢你要去吃屎哈，那么你吃不吃这个屎哈？然后呢还有一个人呢拿着把逼着你哈，拿这个枪怼着你的头说你不吃屎我就崩了你哈，还有一个人呢拿着100万啊，那这边你吃口屎我给你100万现金哈。但表演系里面很多同学他会有不同的选择哈，有些人呢就是说不管你拿多少钱给我，然后呢拿枪怼着我的头，我都不会去吃屎的哈。他没有这个挣扎的表情，那没有挣扎的表情，你就没有办法在表演当中真正传递给观众痛苦的感觉哈。但是呢，如果说当你稍微有点犹豫哈，如果有人怼着我的头啊，说这个说如果我不吃屎，然后我就要死的话，那么我如果去吃屎的话，那么他就应该把这个枪的这个分量再减低，比如说他拿着一把刀啊，过一会儿他拿个弹弓。终归是要把这个条件呢设定到跟你非常非常折磨、非常非常挣扎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你的表演才叫成功。还有呢就是说，如果说对方拿个100万，然后你说啊100万吃个屎嘛，无所谓啊，100万拿来，这个100万太容易赚了哈。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，这100万就要往下降哈，比如说降到10万啊，10万呢也吃，然后呢降到5000。然后再降2000，然后呢最后可能是20块钱舔一次，舔一下屎，然后你舔不舔？然后你如果真的是在心里面有这个钱的观念，你说20块钱舔一下屎到底要不要舔？非常非常挣扎的时候，那个老师就说对了，你现在这个表演就是合格的。你要把自己放到一个非常选择困难的状态当中，你在挣扎和这个犹豫当中所体现出来的那些东西呢，往往都是非常艺术的哈。就除了表演、文学还有各种方面的，其实呢，它主要的本质呢，就是要体现人在两难之中的挣扎，一种暧昧性的痛苦，然后呢，最后呢是给你看到一个真正的人间地狱哈。我们所有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其实大部分人的人呢都不活在天堂里面哈，都是活在这种每一天为了一个挣扎、一个痛苦。然后呢，比如说今天我应该多做几个视频呢，还是多玩几个游戏啊，还是说我今天应该多吃几道菜啊，还是少吃几道菜减肥啊，这些。那你很多时候呢，你只是普普通通的在生活，你没有做什么大事，你也没有做什么很成功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你每一天的心情就跟活在地狱里面一样啊。这就是这个芥川龙之介这个地狱变给我的一个启示哈。那么最近呢，我有一个同事哈，他女儿刚好要考大学，然后他女儿就是表现出了一种说我非这个大学不去哈，不去这个大学之后我就不上大学了哈，我就出去打工啊，然后怎么样讲的这个义愤填膺哈。然后呢，这个大人们看着都在摇头，为什么？就是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大学，有这么多的地方可以学习，有这么多的地方可以提高自己，为什么你一定要吊在一棵树上吊死呢？对不对？你如果心中有一个这样的东西，它是高出所有的价值观，它是高出所有的你所有的选项之外啊，你是可以不要生命，你也不用，你可以牺牲你的金钱，你不要生命，你都可以达成的那种东西呢，实际上呢，就是让你走向天堂的一个东西。实际上那个东西呢，其实也和信仰是差不多的。那么有很多这个成年人，他不是说他不想追求这个东西，而是他一直都在考虑这个东西需要多大的成本啊。年轻人的勇气呢是追求高贵的死啊，那么中年人和这个成年人的勇气呢是追求苟且的活哈。他们两个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勇敢哈。中年人活在的这个人间地狱哈，你跟年轻人讲，他们真的是一点都理解不了哈。那么好了，那么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啊！鼓励每一个活在地狱当中的中年人，大家都更加努力的生活下去哈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